外国军事杂志炒作中国建造了4架 F-35的模型，摆在了西部的某个基地上。那么这是演练什么呢？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最新的一期《汉和防务评论》杂志刊登文章称，说近期的卫星图像显示，在解放军的火箭军位于新疆库尔勒的射击场内，至少有4架疑似 F-35闪电2战机的模型摆在那里。该杂志说呢，这些按比例制作的疑似 F-35战机的模型，可能是解放军火箭军部队东风16和东风21C 中程弹道导弹的目标，既针对美国，也针对日本，是给驻日美国空军基地传递出的某种信息。那么在地面上放置几架 F-35，它是用于测试什么样的技术，或者是研究什么样的战术呢？这个恐怕会有较大的争议。首先，这4架 F-35的全尺寸模型摆放的地方不是在中国的某个军用机场上，而是放置在演兵场，或者呢，甚至你可以把它称为是靶场。那么放在靶场上，是不是就要把它们作为靶标来使用，对它们进行相应的打击和攻击呢？这恐怕有一定的这方面的成分。当然，除了能够实施空对地打击能力的那些战斗机、轰炸机、强击机之外，我军的一些无人驾驶的侦察机，包括光学侦察机，是吧？电子侦察机，也可以对这些停在地面上的隐身目标进行相应的探测，看看这些隐身飞机在飞行之前，它的雷达反射特性到底是什么样的，容不容易被发现。当然，再高一点，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侦察卫星，包括光学侦察卫星，以及配备有雷达的侦察卫星。那么当它们在几百公里、上千公里外对地面上的隐身目标进行探测的时候，那么这些 F-35是否对从上往下照射的雷达波具有隐身能力呢？这个是需要相应的探测的。我们知道，隐身飞机虽然它隐身能力很强，但是也是在某些角度，是吧？它的雷达反射截面比较小。那么，如果从上往下看，或者是从上往下用雷达波照射它，恐怕这些平面的装置就不具备隐身能力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正上方向下照射，或者用斜上方的雷达对它进行照射，这些隐身目标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确实是需要摸清楚的。当然，我们也可以用自己的战机来做这样的测试，但是最好的模拟平台就是美国的 F-22或者是 F-35，是吧？因为这样测出的结果呢，才更为真实。那么探测到了它的信号，摸清了它的雷达反射截面，这就为今后空对地打击敌方机场奠定了一个基础。因为很多先进的隐身战机，无论它性能再好，只要停在地面上，它的所有的优势呢都化为零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攻击停在机场上的隐身战机是最有效的夺取制空权的方法之一。除了检测空中和天上的各种各样的探测器对隐身目标的搜索发现能力之外呢，当然它们也可以作为靶标来使用。平科夫的分析文章里说呢，这4架 F-35隐身战机停在地面上是当靶子用的。当什么靶子用呢？他认为是东风21D 和东风26的靶子。那么这个论点，我个人看法恐怕有失偏颇，因为这区4架 F-35并不会作为我们
射程比较远的反舰弹道导弹的靶子来使用，因为我们用一些远射程的战术型导弹就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攻击机场，我们有巡航导弹，也有一些中近程的战术导弹、空对地导弹，甚至呢舰对地导弹，都能对停在地面上、停在机场上的敌方目标呢进行相应的攻击。当然，这种测试有没有用呢？肯定是有用的，是吧？因为用什么样的导弹攻击机场效果最好，是需要有一些靶标在地面上摆着让我们测试的。但是不是我们摆出的这4架 F-35全尺寸模型呢？那也不一定啊。我想，即使是它当靶标使用，也要等到我们把所有的测试工作搞完，才能够进行实施。当然，如果真是把它们当靶子用，恐怕我们费了这么大功夫，造出了这么几架非常仿真的 F-35隐身战机啊，可能并不很合算，因为我们的防伪能力现在还是非常强的，完全用吹气的方式、橡胶的模型的方式，造出跟 F-35非常接近的假目标。那么通过这些假目标摆放在某些模拟的机场上，用于我们空对地导弹、地对地导弹的打击效果的评估，恐怕会更好。因此，这4架外形跟 F-35隐身战机非常相像的全尺寸模型，摆在西北某地的一个空旷的平地上，到底有什么作用？恐怕国内外的一些军迷、军事专家还会猜上一阵子。但是有一条不会变，那么这4架F-35隐身战机的模型不是造出来玩的，而是有一定的军事目的。美军不也是模仿制造过歼20隐身战机的全尺寸模型吗？那么我们也造几架 F-35隐身战机的模型摆给你看，我们造模型的能力不比你弱。当然，我们造出这些模型跟你们的目的是一样的，也会进行深入的研究。那么最终的研究结果如何，恐怕未来战场上见。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